Hello， 大家好，我是 J.K。前段时间呢，我们刚刚做过视频分享了我为什么会在我的包里放一款平板当做主力办公设备。而说到平板这个产品品类有一个品牌如果出了新品，你一定得试试，那就是华为。所以这段时间呢，我把我包里的 iPad Pro 换成了华为 MatePad Pro 12.2，很多体验方面的改变可以和大家聊聊。首先是我选的版本我们收到了标准版和这个柔光版。我其实在这两个版本中短暂的纠结了一下，因为我这个人不会画画，而柔光版一个很重要的提升就在于画画时手写笔和屏幕之间的滑动感受会发生很大的变化。而且柔光版主要依靠多重纳米的工艺，改变了屏幕本身的触感以及对光线的反射。我也会担心日常用起来会不会有副作用。不过我实际对比了一下，很快就做出了选择。首先是柔光版，它的触感太好了，哪怕你不画画，但你总会把平板竖过来刷刷视频，看看资讯流吧。就你稍微在屏幕划一划，就能够立马被这种更加细腻的触感所吸引。在这里强调一下我之前使用的 iPad Pro 选的不是那个纳米涂层版是亮面玻璃版，因为512版本的 iPad Pro 压根没有选择的资格。而且还有一点，现在苹果的屏幕都比较色，无论是 iPad 还是 iPhone， 应该是他们自己防摔玻璃的特性所致，疏油层感觉非常差。这个更让我从 iPad Pro 换到华为 MatePad Pro 以后，立马就被柔光版的这个触感所吸引到了，就是太丝滑了。其次呢，是柔光版在日常使用的过程中几乎没有啥很明显的副作用这点就很好这就让这两个版本的选择过程变得很无痛。并且这次选择柔光版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华为在这款产品上也用了双层 OLED 技术。我个人是极其喜欢 OLED 材质的，这款产品的全屏最高亮度实测能够到1000尼特，峰值亮度可以超过2000尼特。OLED 的材质再搭配柔光版的屏幕特性，体验下来有一个很明显的优势，就是在复杂光线以及高光下的可视性。各位感受真的是超级大太阳底下，可视性极佳，没有任何问题，异常的清楚。这个可视性太棒了，就真的是现在大太阳晃着，没有一点点问题。我平时呢总会出差在机场办公，这款产品在这些光线下的表现都很好。大家看我现在在机场，然后呢我上面都是这种射灯，现在这个反射正好照在屏幕上，在这种情况下我点亮屏幕，它其实都不怎么受影响，可视效果是比较好的。那如果是这种亮面的屏幕很受干扰，还是挺明显的，能对比出来吧。此外，柔光版在播放 HDR 片源时，激发亮度也足够的高，哪怕拿到强光场景下呢，都非常够用比我手里普通版的 iPad Pro 抗反光也更好。所以呢，我这段时间用下来呢，对华为这款产品的屏幕表现是非常满意的。正面本身的设计就很漂亮，边框很窄，再搭配硬件上优秀的显示效果和触感，我觉得大家真可以去线下实际对比一下。我个人认为柔光版的适用范围很广。那除此之外，第二个方面的感受自然是系统的差异了。就说一点，各位可能会不信华为平板的软件 bug 真的比苹果更少。我是一个微博的重度用户，但我为什么不用 iPad Pro 发微博呢？大家看我点开微博，横屏状态下，我点击发微博，写微博，你看刚才闪了一下，我都不知道这是什么 bug然后我点击这个图标的表情，就是这里。一定会这样，一定会这样。如果把这个键盘卸下来，先呼出系统键盘，再点这个表情就正常了。这个 bug 从之前的正式版到现在的测试版一直没有解决，而华为的体验就很正常。那并且呢还有平行世界，而且我非常常用的 DJI Mimo 在 iPad 上显示也经常出同样的问题，在华为平板上也没有。就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不用上升到生态、行业这些偏大的话题。至少对于我来说，我作为一个普通用户，我高频使用的软件，那就是苹果有问题，华为没问题，而且微博也算是个大众软件吧。那第三个比较明显的差异就是配件生态。华为这次全新设计的键盘配件的确很有意思大家看我现在已经把我的键盘和平板连接在一起了。如果我直接这样打开和关闭，大家看这个转轴区域，就这里，你会感觉这个键盘像是一体的。就哪怕你把它吸附到了这个点，这个第二个连接点上，然后我再关闭，大家看这里，你会发现它也能够非常丝滑的从第二个吸附点切换到第一个，然后
顺利的关闭，并且这个键盘呢，其实它能够非常优雅的把手写笔收纳在这里，并且啊，当你继续往下调整这个平板的时候，这样它就变成了一个手写笔的模式。这个时候触控板就失效了，它会自动关闭，不影响你的操作。所以说，华为最新设计的这套配件呢，我觉得称得上比较优雅，而且能够很好的兼容键盘模式和这个手写模式。外加这个触控板也是支持边缘滑动返回的，左右都可以返回，这点非常加分。而这个12.2英寸的平板加上这一整套配件，还要明显比我之前11英寸的 iPad Pro 那一套更轻。我唯一希望呢，就是接下来能改进的地方呢，就2点。第一点呢是平板的背面和这个键盘的吸力可以更强一点，我认为现在还是有点弱。第二点呢，就是我希望啊，这个平板和键盘能是触点连接的。如果是触点连接的话呢，把平板拿下来以后呢，键盘就会自动和这个实体的按键断连，这样的话屏幕就能够自动呼出输入法，我觉得会更加的便利一点。那以上呢，就是我把平板从 iPad Pro 换到华为 MatePad Pro 12.2英寸以后的一些感受。屏幕、软件、配件。你会发现，华为的平板受欢迎的确是有原因的，也是行业内极少在平板领域能和苹果打一打的厂商。你像大部分安卓厂商做平板，要么是不太敢对配置，甚至不敢用 OLED 材质，要么是配件不上心，压根儿没有用心做键盘套装，要么是软件不怎么优化，不正经维护。尤其在国产品牌里，似乎只有华为常年规律更新平板的产品线。通过每年华为的旗舰产品呢，也能够看到华为坚持下来是有成效的。那这款平板呢，我认为我会再用一段时间。如果各位想看 MatePad Pro 12.2的旧式18千的话，请一定要点赞、评论、投币转发。希望大家喜欢本期视频，我是HYK，我们下期视频见，祝我好运，拜拜。